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活了半辈子才明白，不能对兄弟姐妹太好。六旬老人的话很真实，俗话说，亲不亲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在所有的关系中，亲情一直是我们无法割舍的感情，而兄弟如手足，除了父母、妻子、孩子以外，身边的兄弟姐妹也成了我们最亲近的家人。从小父母就教导我们，兄弟姐妹之间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有啥困难大家一起扛，有啥好事大家一起乐。父母的期望总是希望我们兄弟姐妹之间越来越有爱，但现实却并不是那么顺心如意的。我们没成家前，兄弟姐妹之间感情确实都过得去，可一旦成了家，各自有了家庭，或者父母老了，需要我们共同负担，再或者父母不在了，这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好像就从手足之情变成了客套而且冷漠的亲戚之情了。其实这种关系的转变并没有对与错，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也就有不同的生活节奏，而且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就没办法再用心的去经营其他的关系了。但是有些人却没看透这个道理，一直觉得只要自己对兄弟姐妹足够好，这感情就会一直保持最美好的状态。然而有这种想法的人，最终都会被现实伤透了心。活了半辈子才明白，不能对兄弟姐妹太好。一位六旬老人的话很真实。讲述人温大爷60岁，我家是4兄妹，我是大哥，底下有2个妹妹和1个弟弟。由于父母生弟弟妹妹比较迟，我和最大的妹妹隔了8岁，最小的弟弟则隔了15岁，所以小的时候父母就经常把弟弟妹妹丢给我带，而我也就成了他们的第2个家长。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感情非常好，打打闹闹，最后还是会和好如初。还有每当弟弟妹妹叫我一声哥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上有种莫名的自豪感。所以从小到大，我对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付出的，把自己当成家长一样呵护他们。当年家里出了变故，父亲下岗，供不起4个孩子读书，我为了给弟弟妹妹机会，就放弃了高考，然后去工厂打工挣钱，每个月15块钱的工资，上交14块给家里，自己留1块钱。但这1块钱我常常会省下来，等到放假的时候给弟弟妹妹买糖果吃。那时候他们也格外的对我亲切，这感觉比父母还要多一点。我为了这个大家庭挨到了30岁才结婚，并且结婚后也依旧拿钱回家给最小的弟弟读书。弟弟大学4年的学费以及生活费都是我这个大哥负担的，而且即便他们3个都出来工作，甚至结婚成家了，我还是对他们保持着最亲切的关系。只要他们一有啥困难或需要我帮助的，我都会竭尽全力的去帮一把。我心中一直把自己当成他们最亲爱的大哥。那段时间，身边的妻子以及丈母娘那边都对我怨声颇多，说我太重兄弟情，甚至对妻儿的感情都没有我对弟弟妹妹那么多。说实话，我对弟弟妹妹的付出真的是有点太过了。2妹初入大城市，是我给她找的工作，找的房子，而且还为她垫付了半年的房租。3妹呢，绩效出来后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也是我托人托关系把她送到一家公司做白领的工作。而弟弟大学毕业后一直不想就业，就想自己创业做生意，父母很不支持。我看不下去，就出钱让弟弟去创业了一把，但很不幸，弟弟只坚持了半年就失败了。那时候我已经在厂里干到经理的位置，
手底下有一份美差的工作岗位，原本这是要留给专业对口的小舅子的，但看到自己的弟弟这么窝囊在家，也不是办法，于是我就把这份工作安排给了弟弟。然而我却因为这份偏爱，让我陷入了两难之地，一边被妻子和娘家人责骂，虽然小舅子没有什么怨言，但丈母娘却一直抓着我不放，让我很是为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妻子以及娘家人的关系都是敏感的。另一边，弟弟这边也让我十分的不好受。原本同样是大学生，奈何弟弟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给他最好的岗位却做得一塌糊涂，经常要我给他打包票擦屁股。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始终是我的弟弟，我做大哥的还是要帮帮他的。而妻子看到如此过分的帮助弟弟，就经常的和我闹。尤其是弟弟结婚的时候，我随了一份3万元的红包，就把我的夫妻矛盾给点燃了。妻子抱怨小舅子结婚我才随了3000，凭啥我弟弟结婚就要随3万？还说我弟弟就是个败家子。我这样一味的帮助，就是纵容他贪婪堕落，而且就算我帮的再多，到头来也不一定得到弟弟的感恩和好感。可我觉得弟弟是我从小带大的，是我最亲的亲人，我这样帮他也是情理之中的，所以我就感觉妻子的怨声有点不应该，毕竟他对他的弟弟也如此偏心，为何我就不行？因为这种争论，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不好，经常起了点冲突，就会拿出这些事情来争吵。我以为我为弟弟妹妹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可是当父母生病了，需要我们4姐妹共同抚养时，弟弟妹妹的态度却让我后悔了。8年前父母老了，渐渐行动不便，没办法，2口子在乡下独居，于是我就把弟弟妹妹叫到一起，商量如何的轮流赡养父母。我的计划是父母来我和弟弟家轮流居住，每家住3个月，而2个做妹妹的就意思意思的给点老人家的生活费。父母也很认同我的安排，可弟弟妹妹的却很反感。2个妹妹说她们已经嫁人了，这赡养父母的责任要做儿子的来负责。对于每个月1000元的生活费，她们也拿不出那么多。而弟弟更是荒唐，我最小，家里也最穷，没办法赡养父母。商量不来，我就想自己独揽起照顾父母的责任，然后叫他们3个人每个月承担一点生活费就行了。结果一次无意间听到弟弟和2个妹妹的对话，让我心寒至极。弟弟拉着2个妹妹在背后嘀咕我，父母的事我们谁都别插手，大哥家比我们家有钱，而且也是家里的长子，这是推给大哥最合适。2个妹妹也应声，对，爸妈在乡下住得好好的，不就有点小毛病，也不至于要人怎么伺候。这事是大哥挑起的，就让他自己负责吧。弟弟得到妹妹的支持，还不忘去说服父母，让父母直接点名要我伺候。弟弟知道我是个最听父母话的，只要父母要我怎么做，我都无条件的服从。就这样，父母在弟弟的一番苦情计下，最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父母说，弟弟妹妹都比我过得辛苦，尤其是我弟弟，40好几了，也没挣到什么钱，所以要我体谅他们。知道这种结果后，我的内心是无比心寒的。虽然我照顾父母的能力是有的，但是我看到曾经掏心掏肺宠爱出来的弟弟妹妹，如今却这样的对待我，真的让我难以释怀。原以为最纯真的兄弟姐妹之情会在我的经营下变得更加有爱，谁知到头来也是我自欺欺人了。在那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对他们太好。说到这里，再回想前2年的一次争斗，更让我愤怒。前年父亲刚病逝不到1个月，
弟弟就跑过来叫母亲分家产，说我有钱有车有房，他没钱，叫母亲把老房子过户给他，父亲留下来的10多万存款他也要拿走一半。我很气愤，说了弟弟几句，结果弟弟反过来说我别有用心，说我就想独吞家产，说我有那么多钱还跟他争，甚至还说我这些年我照顾父母，从中不知吃了多少父母的积蓄等等。那一刻我才发现，其实当初妻子的话真的说的一点也都没有错，一心为弟弟付出，没换来一丝感恩和好感，最后还恶心了自己一把。从那以后，我就放弃了对弟弟妹妹的好，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家人身上，觉得身边至亲才是自己要好好经营的。至于那些兄弟姐妹，真的没必要对他们太好，毕竟他们都成了家，就变成了亲戚，不再是家人了。任何关系走得太近，给予的太多，都会是一场灾难。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如此，所以别对兄弟姐妹太好，保持一段距离，留一份自私，这样对双方都好。不过也不是兄弟姐妹之间就要感情破裂，老死不相往来，而是我们以兄弟姐妹之间保持一份亲情关系，逢年过节能够凑在一起吃个饭，遇见了有个称呼就行了。别的什么感恩之情或者是手足之情，就别去奢望了，要的太多，最终失望的就越多。你们说对不对呢？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